你释放了情绪之后，你要完完全全的沉淀下来，去看看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自己可以受苦，身边你爱的人跟家人不能受苦。全听你说。我知道的那个明顺啊，其实我会更敬佩你。他以前是贪玩的，他除了帅以外，你还喜欢他哪一点？他真的很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我生病了，我没有接电话，然后突然大概7点多傍晚的时候，这种收工的那种时间段，我就听到一个人都，文芳怎么样了？他在楼上，我听到他跟我妈妈说话，他讲了，他吃饭了没有？他看医生了没有？什么什么？哦，OK， 后来他就跑掉了，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后来他端上来了，就是 baby， 我弄了粥给你，你吃一点。No， 他在之前一定更追你，他都可以叫你 baby 了，也就是他追求的很。来，叫怡凤阿姨，叫怡凤阿姨。嗨，我看到小明星。坐好来叫怡凤阿姨讲话。我知道啊，好，明顺跟这常来探班，哦，熟很熟。Hello， 怡凤你好。嗨。再说你坏话。没有嘞。这个是小明顺是吗？对，明顺他一个人生的。他在发脾气。真的。哦，他在生气了。因为妈妈不在嘛。OK， 我要回来了。OK，you can remove the water first, then we can put new water, then you can swim in the pool. OK？ 要不要 ？Okay, go and water the plants. 你要去快点来跟妈妈讨好，快点来，快点。OK, go water the plants. OK？ 他常常来给你探班，对吗？他在影响我。为什么？他在考我的耐力。你在考我的耐力？你在说我什么？说我知道是吗？太厉害了！成年往事不要再聊了。阿顺啊，听说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们只要一旦彼此互相在拍戏，你都会去探班，他也会去探班的。我没有探班，对，他来探班。会。他每次不让我探班，他说我很有压力 ，baby 你不要来了。而且听说啊，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每天都要视频电话。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很想打他。如果是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都一定会视频的。我只要视频我儿子。你看，是不是？林澈，既然今天啊，你也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我只要让你讲几句来形容文芳是一个怎样的妻子，怎样的妈妈。现在是一个不管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儿子有什么一丁点什么事情，我跟你讲，我就有压力了，我就完蛋了。还好啦，也没有很大的压力啦。我知道文芳很疼孩子，那他是一个怎么样？这么多年，文芳变了没？还是一样像以前一样爱你吗？那我感觉越来越远了，完蛋了，连主人床都没得睡了。我们现在不管我去哪里打球还是什么，我都一定会视频回家的。为什么？就看他的脸色怎么样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好尊重你哦，打到一半还要看脸色。OK。没了，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吧，一定会打。OK， 我真的是舍不得再这样访问下去了。明顺呢，我们的影帝哎，他讲话那个帽子被压到，已经最狼狈的一次访问。没有，最近这几年我已经不在乎我的外表。你从来也没有在乎过 anyway。有啦，你看他那么粉色。你们好好聊了，你们好好。谢谢你的 support 嘞，谢谢嘞，你好好在家看孩子啊。不会。OK， 好来。你的宝宝谢谢，真的谢谢阿哥能够然后在家里帮忙 support 你以外，还可以
打电话来，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俩彼此常常探班啊，机场接机啊，感情是好的不得了。所以呢，我们也开放给网友来问话，这些都是网友我们截取。以前我们没有平台，现在我们多的是平台。对，你下次啊，红姐，不客气。机器停了。好，然后有人一直要问我，也是有问的 ，OK， 这个是我自己亲眼也见证了，而且真的很白。保养得很好，他们问你是怎么样保养你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你都不会老的？保养，你要分享保养是不是很重要？保养很重要啦，我觉得保养要从年轻开始。可虽然现在我这个儿子已经让我可以在保养方面已经从100分变成20分了。20啊，你现在牺牲80。我牺牲80，因为他永远喜欢在户外，有时候就是临时要去这个地方，要去海边，他爸跟他可以3点太阳最猛的时候去海边戏水，海边戏水，对呀，好戏水，对，很开心。然后我在那边，我听我们那个综艺组的导演讲说，他跟你去过，你去过我们那个什么小城大爱啊，大城小爱，小城市大热什么任务啊？小村大任务啊，小村大任务啊，那个他说你啊，在那个 village 啊，文凤还是一样很专业 ，OK， 他任何时刻出来还是 perfect。然后你早上啊，或者是早上凌晨4点开工啊，你是白白的啊，会发光的一粒珍珠这样跑出来。然后他们说晚上在放 playback 的时候，对对对，所以他说你在旁边卸妆啊，对，他们已经 playback 3支带了啊，你还在卸嘞。你还没有卸完呢，我可以一直擦，因为对我来说保养很重要，可是看 playback 也是很重要，工作很重要，保养很重要，是哪个怎么讲？你卸妆听说是好几十分钟，还那个 step 啊，很多。以前没有这个卸妆油的时候，就是卸妆奶，我可以卸6次，还不加那个眼睛哦，还没洗哦。对，眼睛的部分还没有洗哦。然后洗完眼睛了之后，我一定要洗头，然后一定要打干。一定要放护肤品，然后可能一定要放面膜才能睡觉。然后如果凌晨4点5点要起床的话，我可能2个小时之前跳绳半个小时。对，我知道明顺也很爱跳绳的人，爱跳绳哦，跳绳。他在开始 training 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去 car park 跳到下面一滩水，连跑回家嘞，连被人家骂，因为他流汗流到一滩水在 car park。对，他在我的那个 gym 里面，他也是我们有收到 letter 说，请穿上衣服，然后尽量不要流汗在那个地上，然后他就很生气，运动不流汗，那怎么叫运动？你到现在都还是保持可以这样状况，就是有这人你还是尽量可以，你还是要这样专业。现在像有在的话，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了。好像如果我9点要开工的话，我知道8点他要起来了，我一定要先照顾他的亲情什么的，然后我就6点起来，先化妆，先准备好。然后弄好了一切之后，等他起床，然后再慢慢去弄他，就准备他的一切，然后再出门。我想请问你，有哪一段时间是明顺的？有啦。而且好像生命里的 timetable 没有他嘞。生气时候就是他，老公呀。OK， 你会带孩子一起上节目吗？哇，不知道。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一直跟你讲，阿姐，我很佩服你，你从怀孕到生孩子都没有刻意隐瞒，你一直分享热的成长跟喜悦，我就觉得你是很开心的。对，真的很开心的。然后我就觉得，我有时候问我老公，你会不会太过了？他说，哎呀，你想放就放吧。我说好，等他就有时候，老公，你觉得可以吗？不会，你的那个分享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而且你不介意我们看着他。陪着他一起长大。对他有时候会放学后问我，妈妈 ，the teacher Miss Tan tell me that she know I know how to play drum。then 我说yeah，how come she know I play drum in my house？ then 我说because from my Instagram，yes she say she saw me play drum，I can play drum very well in your Instagram。then 我说他就静静。How come she got Instagram？ 还没有那个 concept。对，我说yeah，maybe she follow 妈妈，然后就静静。
Can you delete your Instagram？ 他现在还没有这个概念，他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名人，他不知道那个 Instagram 的概念，可是他知道你们是名人。他不知道我们是名人，他只知道他周边的人都很友善，都知道大家的名字。对他的小小世界来说，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他不觉得，因为你们是名人，他就觉得出去没人玩法。对，他就觉得你们都应该认识我的。对，这世界就是这么大，这样。对，就是大家都很友善。然后，可是他有点possessive，他不喜欢我在电视上。为什么？他也不喜欢我跟旁边的人拍照。就是陌生人可能说，哎，我放可以跟拍照吗？他一定要在那个挤在中间。对，他挤在中间，不然就说no， 妈妈 cannot。为什么？他怕人家抢走妈妈？不知道，他可能觉得妈妈是他的，他说爸爸你去拍，真的，好可怜的名声。然后我们应该换名声来访问。对，他还是可能懵懵懂懂。OK， 不，他还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你的 only child， 他得到你们很多100%的关注跟关爱，很幸福的一个小孩。然后再下一题就是，有人问你们，你跟老公会不会吵架？然后会的话，是谁先让步？肯定会吵架的，会吧？会啊，肯定吵架，肯定吵架。敢顶你，所以吵架之后，永远是他要来安抚我。所以都是名声让步。对，因为永远是他错嘛。永远是他错 ，OK？ 那永远是他错，不对。因为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两个是两个火山，然后每天都在吵，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很累。然后也不知道会吵什么，可以很小的事情也吵，然后不接电话也吵。后来有一天我们就不吵了。为什么？不知道。有一天我就问他，哎，我们不吵架，为什么？他说也对，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生完孩子之后，开始吵，因为育儿方式不一样，他有他的方法，然后我有我的方法。所以你们这样照你这样讲，你们的吵架不是普通的哦，是很有意见的。明顺也是会有意见，他扭起来很牛的。对，他很牛的，很倔的，他很倔，我也一样很倔，可是我比他厉害，没有啦。要怎么样才可以降一个人啊？这样哇，应该是很自然的发生，永远是对的人就会可以降得到。没有啊，就其实要懂得怎么去沟通，要去了解你的老公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你改变明顺很多，但是你没有用任何强硬的手段？强硬的手段，他为你改变很多，但是你也当了妈妈牺牲很多。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个，就比如说我当了妈妈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这样。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然后我老公有一天问我，哎，我的经纪人问你当了妈妈之后会不会拍戏？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这是什么问题？像我那么热爱工作的人，当了妈妈的时候，生完了孩子，把孩子放在这里2-3个月，我去拍一部戏，我就回来啦 ，OK 的啊，有什么了不起？2-3个月。后来我看了宝宝之后，2-3个小时我都不愿意走。对我去吃饭，老公，我可以回家了吗？然后老公说，对我很想宝宝，还好老公也是很想宝宝。现在去外国拍戏，2-3天。想一下，2-3个月肯定不行，就是完完全全我没有预想到自己会把所有的重心都花在宝宝身上、儿子身上，可是一切却是那么的自然。你介意人家讲你宠孩子吗？看他的那个宠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我不介意的嘞。对，我觉得宠是 OK 的，其实不要怕给予很多的爱，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的。是本来就应该给予他很多的爱，只是跟对错之间，你一定要拿捏得很清楚，然后再教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是一个干中的妈妈吗？我是一个干中的妈妈，我是一个很 intense 的妈妈。就是新加坡我们叫 typical 的家数嘛的，基本上你有多少%？哇，应该是75%。你好勇敢的这样承认，75% 的新加坡家数妈的。对啊，因为如果少一点的话，你觉得对不起自己。那以后他读书不是很辛苦？没有啦，读书其实你要懂得很了解你的孩子，
对，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看看自己，看看你的老公就懂了。不要太强求，对不对？自己跟人的老公都是我们的错，都是我们的错。就你自己不能做到的，不能强求于孩子。如果他以后想要做艺人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虽然我们不想他做艺人，可是因为我们身上流着热爱表演的那种基因，他如果是喜欢的话，也是很自然的。OK， 你很开放哎。对，那是没有办法的。是水瓶座的妈妈是这样的，你想要做什么，我随你。OK， 然后还有什么 OK， 我们要不要回去谈一下那个唱片的东西啊？要。OK， 第5个，哇哦，你也是大家最喜爱的玉女歌手，而且同时你在2000年的时候是第1个。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办个人演唱会的本地艺人。对 ，Oh my god！ 你是在侧门还是？室内体育馆，当然室内体育馆很大的嘞，很大很大。你开卷场啊？对，3年。你说你唱新年到，没有就知道。你唱什么歌？唱一个人生活。那时候你发几张了？3张专辑了。3张，对，3张，4张吧，应该是，算是很轰动哎。对，包括一般他都说他有过你的签名，我们的导演。我说当时你的那个轰动的程度跟那个爆红，我讲啊，文芳。歌星哎，其实歌星真的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发生的。为什么？那时候很流行演员唱自己的插曲。OK， 在你出道那个年代，只要稍微长得漂亮，好像就能唱歌。来，陈玉云她也跑去唱，郭书贤也跑去唱。对，只要稍微能漂亮的，她都能唱，是不是这样讲？但是是不是真的歌手？对。没有啦，就那时候就唱了插曲，然后唱了插曲之后，我记得后来就是跟张信哲唱《别让情两难》，之后就签给 EMI 当旗下的歌手。这时候你出专辑的时候，文芳不是出来开玩笑的，她的专辑卖到50万张，都是属于天王级的人，50万张的一个销售成绩耶。那时候比较幸运。是哪一首歌啊？逛街，可以不要讲他。50万的销售成绩，然后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歌手吗？我到现在觉得我还是演员。哇，好谦虚哦。我很喜欢在录音室的时候，那个录音的过程，去把一首歌诠释出来，用声音，用情感。另外一种情感的发挥，对，是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诠释。可是太难了，当歌手、当演员其实是2个很不同的领域。你当歌手，你一定要很专业，就是每天在练歌，要锻炼身体，要开嗓子，要锻炼嗓子，要去想一些音乐。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刘德华，又可以唱歌，又可以演戏。我记得我早上拍《神雕》。然后要吊歪牙，要背台词，可是又在旁边要听歌，听要录的歌，晚上就要去录音。晚上录音，因为我没有时间，他们就晚上可能下班7点下班，到录音室7点半，给我休息一下，我就要唱到晚上可能3、4点，4点回家洗个澡，要去化妆，戴头套，那头套要2个小时嘛。然后有一次我觉得很烦，我就戴着头套去，那个人一个古装的人闹鬼了，他以为闹鬼了。对，后来觉得不行，我的那个 Mickey Mouse 戴的那个耳机戴不行，真的很难录音。然后就作废，就把头套卸下来。我还要放工了，要到录音室唱歌，那唱歌也要体力，要体力就要先吃饭。可是我到了录音室再吃饭，又要浪费那个半个小时休息，我就一边开车一边吃。一边开车一边吃，对，很危险，很不好。可是就想要节省时间。那时候我们拍《神雕》是真的是day night。我有一段时间我接到了一个7天没有回家睡觉的那个 schedule 通告，不是录歌就是
拍晚班，就是拍早班，不然就是做什么其他事情。我去跟经纪公司，我的那个经纪部门说，我有7天不能回家，你觉得这样子？他说哦，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神调已经延期了，所以呢，你再看看吧。就很崩溃啊！那时候我记得有1、2次我录歌录到很崩溃，我跟他说我录不下去，因为很累，然后嗓子没有把嗓子照顾好，很难进入那个状态，因为真的很累，你不能集中精神。我觉得2样都做不好的话，我觉得我宁可我一定要放弃一个。所以你看，在一个这么高压力的情况下，甚至于有些东西觉得阿姐。范文芳要的要求居然达不到，或做不到。你以为他一帆风顺，他背后有靠山。你这些走点点滴滴，你又这么专业，你从来没有在片场为自己的不公、不对、不正不义，上司你的 EQ 生气过吗？有没？有一次在中国，我们拍白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2个半月。拍了大概70多集的那个量，是很崩溃的，因为那时候是古装，而且我在戏里面要演5个角色，然后睡觉是没有睡觉的。我睡觉的时候是在我这换头套的时候，有2个人帮我扶着我的头，可以换头套，不然的话我就是长这样。哎呦，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只有时间回房间洗澡，敷个脸就出来了。真的没有的事，还敷个脸呢？对，我以为上个厕所就好，还是文芳进去还是敷个脸，我进去是上个坚持敷脸。后来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巴士上睡着了，因为在等他们其他人在拍，我在睡，哎，我睡了好像睡了2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我起来还没有到我吗？哇，那时候我很生气。我老公说从来没有看过我像一个疯婆子，睡起来头发乱，然后跑下那个巴士，然后问到底拍我了没有？为什么不要拍我？为什么不让我回去睡觉？然后那边大喊大叫了。我老公那天看到我，他说真的很像一个疯婆子。他在，他跟我一起拍。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大家都知道我很生气，然后我不拍了，啪，我就走了。啊，生气！我已经用我生命我完全的交给你们，竟然不让我在1、2个小时回家好好的睡觉，真的是哇，有点生气。那个不人道，你知道吗？对啊，那个太苦了，这个倒没有人传出来，这个阿姐的这个真的是对的了。但不行，这个真的是换成是现在我看到那个通告我就不出门了。真的对啊，对，好好的爱惜自己，不然的话没有人帮你的，真的。一切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就是我知道文芳阿姐呢，还在中国内地呢参加了一个真人秀的一个综艺节目，听说把你给吓惨了，因为那个是一个要挑战你从空中跳伞，然后发生了一些意外。那一次真的是一个意外啦，就是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意外，到现在我还是很怕水，我到现在非常的胆小，什么东西都 no。可是那个经验真是很恐怖，因为以前你叫做犯大胆呢，哈，你以前什么都敢尝试。现在我什么都不敢。你们看到的那个画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其实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这样，那2个教练在上那个直升机的时候，那个 co-pilot 不是真正的可以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一直问他风向多少啦，速度多少啦，他什么都听不懂，他也不懂。都是华文吗？2个教练是外国人。哦，对 ，OK。然后明顺的教练他急了，因为好像应该那个风，本来那天我们是不能拍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 OK， 那个风真的是很大，他就急了，他就一直看，他说可能再不跳的话就更危险，他就先跳下去。然后跳了之后就到我就跳下去的时候，哇，很安静，我前所未有的一种感觉，很 surreal。然后后来教练说，哎，你看看下面，你老公下海了。我说，哦，对，下海了。他说，那我们可能也要下海，你 OK 吗？哦，下海啊，那我们能不能不下海？我不想要下海，我不怕。他说，哦，好，我试试。那5分钟之后，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就下海吧。那时候对我来说，下海就下海，我不知道有多危险。
我说好，就下海，反正我有那个救生衣嘛。到了那个海，他就把我推下去。我就算是我有那个救生衣，可是我是往水里面下去的，我没有深呼吸，我什么都我喝了很多口水，我觉得我自己快淹死了。是因为什么？它速度太快，让你整个风。对，他就往下去，呜，到一阵子才上来。我已经喝了很多水，我鼻子全部都是，我是受呛，我是真的快淹死的那种感觉，我吓了一跳，然后我就想，哦，好，应该没事了，我就在那边扶着，然后还不到一阵子，我就听到我身旁的教练在大概20米以外还是30米以外，他就开始在骂脏话 ，Where are you guys？ 他说 Help， 他就开始这样，like 救命啊 ，like help。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听到那么崩溃的喊叫声。我拍过那么多戏，没有比这更恐怖。后来我听说是因为他的手被那个降落伞捆住了，他这边是有个时间的，可是他弄不出来，他解不到，所以那个时间一过，他会连人一起跟那个山，对。我就看那个救生船为什么越来越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他们在救我老公，我就往那个海，可是我游不过去，因为那浪太大了。我就看到很多人在那个岸边全部跑上来，有人想要游过来，可是游不到。我就觉得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听我老公说，那边的船被他们的降落伞勾住了，启动不了。对，他就很急，他们一直弄不到。后来他就用那个他自己有个小刀，就这个刮，好不容易把船开过来的时候，老公就跟我讲说：“你 OK 吗？”我说：“我 OK。”我心想说：“赶快去救那个教练，我真的很怕。”然后他们就跳下去救了那个，好不容易拖上来之后，老公跳下来把我拉上来。拉上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惊慌了，不知道要怎么去 react。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教练跟我说 ，It's okay, it's okay, we are very safe now. You want to swim to the beach? We can swim. It's very near. 把他的眼睛是跟我讲，他是不 OK 的，他眼睛是很带有恐慌，他那种已经放大，已经好像已经是受到惊吓的那种眼神。我说 No， 不可以。然后后来到了岸上才敢哭。你知道最感人是明顺一知道你出事的时候，但是不对的，明顺跳入海里耶！我眼泪马上流出来嘞。他说他对着大家喊 It's my wife， 说哇，我受不了了，我真的觉得他是男人。他第一个举动，他看到你这样之后，他就跳下去，哇！我真的要疯掉，越来越把他当做男神了。对，当你知道这一幕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你就看到老公跳下来，就很开心，就很放心。然后你很崩溃，你在他身上一直发抖，一直发抖。对，一直发抖。我还不懂得说话，所以他们才很害怕。那时候我们就停拍，晚上的时候我不敢关眼睛，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那个画面。我一整晚都是我一定要有灯，我才可以安定下来。后来我在想，我一定要继续参加。如果我这样子回家的话，可能更会一直胡思乱想，可能那个恐惧应该会加深。然后我就继续用工作跟玩游戏的方式来慢慢调试。可是到现在我还是很多东西都很怕，我老公有时候都会翻白眼。对，所以你还是一个非常勇于尝试的一个。现在没有了，不可能。因为ZZ的关系。对，因为现在的关系。你对未来还会有什么大的规划？哇，我对未来我没有长期的一个规划。我现在就是先把重心放在家庭，然后当然也不能放弃我热爱的演戏。有好的剧本，我也希望就是可以演戏，因为我真的是他是我的 true love， 把现在我的 true love。是在，那个是我的 first love。我老公在哪里？哎呦，我老公都觉得1 2 3 4 5 6 7 8 9 10。OK， 我真的不能问他老公孩子家庭的排列方法了 ，cannot ask these questions。我跟你讲，我们就像你讲的，我们难得有一个像文芳阿姐这样的影视歌3期以外，同时她的基本功是从模特儿
一直到现在，私底下的你也都无可挑剔。所以我觉得今天你难得上我们的节目，然后节目有一个小东西来送给你。我觉得每一个上节目的艺人都会送一个象征性的小小的礼物送给嘉宾朋友们。你来看一下，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你是代表什么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是新加坡永远最璀璨的钻石，国宝级的方文芳。哇，谢谢你上节目，谢谢，永远的阿姐，你看，谢谢。哇，太美了，你们买的，我叫你们买那个 cheap 的就好，怎么买那么大？没有办法，这是真的，对不对？我说买那种小小的，他们就真的就买那么大。OK， 谢谢你上节目，谢谢。我看一下。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最挺俗气的，但是这个是我的心里话，真的。谢谢。你是第一代带我们走出国门的巨星。哇，你的女儿是第二代。OK， 这也要来了是吧？哇，这在最后，哎呀，不要啦！哇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们当艺人的，我们知道那个辛苦在哪里。是，可是我们也知道他的对瘾在哪里，你知道吗？它瘾在哪里？可是回想起来，其实每一个工作都很辛苦，不管做什么，就是要有那个热忱。这一定有的，我们都看过他打鼓，而且太厉害了，他是自己学的，他天生喜欢。对，那我们快点把那个小石头在这里，我们也送给他，跟他讲这个我没有你的那个漂亮了哦，这个小石头啊。对吗？这个也是要送给Zeze。哇，谢谢。让妈妈借妈妈出来几个钟头，快点回去看孩子。好，谢谢你。爱丽丝，你回去看到他不会生气。感恩，对我说see I want this for you。我跟你讲一个 universal truth， haters are all losers。像我很矮啊，我没有逼你跟我讲矮的人 dwarf 最好看。对我来讲 ，right， I'm motivated by revenge。我觉得我要成功，我要开心，就是因为我不要让这些人得逞。所以你要想要欺负我，要想 think twice，要不然会怎样？